2011年10月5号，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了一个男子的电话报案，说有一对母女在家中被害。看到母女两个躺在血泊中，浑身是血，上半身有身中数刀，整个房间里到处是喷溅的血。案发地点在广电路的这个住宅里，现场非常血腥，母女两人身中40多刀。经过调查，警方确定死者是10月3号9点左右被杀害的，已经死亡2天。事后经过核实，2名死者中，母亲名叫朱颖，是当地技术监督局的干部，女儿23岁，是云南昆明某大学大3在校学生。一查她家里面是她丈夫也是我们州里的一个干部，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响。被害者的丈夫是西双版纳科技局的局长，由于死者身份特殊，再加上犯罪分子手段残忍，一时间，科技局局长妻女被杀的消息在西双版纳飞速传播。科技局的局长他老婆可能是接下什么烟草之类的，到后大家搞得比较恐慌了。当时我们特别害怕，都下班都不敢回家了，都在宾馆里面睡。她老公过来接才敢回家。犯罪分子抓不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就存在潜在的威胁，群众的不安也转化为种种压力，压到了公安机关身上。唯有尽快破案，才能给群众以安全感。案发当天是10月5号，以1005命名的专案组迅速成立了，大家对嫌疑人的作案动机进行了推测和分析。发现死者的身份证、手机，还有那个随身的一些银行卡不见，所以我们才判明是侵财的可能性比较大。按照专案组的分析，首先由经侦大队对死者的存折、银行卡等进行监控和查询。经过查询，果然就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就是从这个朱颖的卡上发现，在昆明有一个点被起了4万9，然后当时还不清楚这个营业点在哪里。10月4号早上9点，死者朱颖的农行存折被取了款，取款的人也许就是嫌疑人，或者和嫌疑人有关系。经侦队的负责人带人找到了这家银行。第二天早上8点到了昆明，到昆明以后，在第一时间，在这个螺丝湾这个农业银行起到了调取了这个嫌疑人的影像资料。办什么？写多少？19900。多少？19900。这就是嫌疑人在昆明的这家农行取款的画面。虽然找到了监控，但却看不清嫌疑人的真实长相。那个嫌疑人对自己进行了这个伪装然后呢戴着眼镜，这个戴着一顶这个鸭舌帽，发现他已经当天就到了昆明的西口驿站，之后从西口驿站就坐车走了，就失踪了，就再也摸不到其他的线索，他到哪去了基本就断了线了，就一直摸就找不到。线索中断之后，专案组决定采取倒查的方法寻找嫌疑人的线索。嫌疑人取款的农行就在昆明客运南站附近，嫌疑人是在景洪做的案，到600公里之外的昆明取的款。专案组推断，他很可能是乘长途车连夜去的昆明。所以当时我们在第一时间把所有符合9点半以后离开景洪的所有的长途车全部把监控掉，找大海捞针，捞。就通过视频监控，还有车上的服务员、驾驶员通过了解以后，初步确定嫌疑人就是晚上从这里坐11点的班车到了昆明。警方经过调查发现，这名嫌疑人和取款的嫌疑人形象一致，他是10月3日晚上11点上的这辆卧铺汽车，第二天早上7点58分到昆明下的车。
在对这段监控录像仔细查看的时候，警方发现了一个细节。你看他这很清晰的这个手指受伤，你看，创口贴脏的，用那个创口贴包的，所以分析他在现场受伤了，因为现场留下了他的东西，是不是在现场受伤？警方经过对死者被抢银行卡的消费记录查询，掌握了犯罪嫌疑人10月3号晚上9点之后在景洪市的活动轨迹。警方根据监控发现，嫌疑人是9点24分在这家建设银行的自动取款机取走了5700元，之后又来到这个农行的自动取款机取了4000块钱，接着又来到这家珠宝店，用死者的信用卡进行了消费，买了一条那个黄金手链，刷卡消费了16000。经过第一步的侦查，警方已经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概况：男性，35岁左右，身高1.7米上下，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逃离现场、取款，然后这个坐车，整个过程都是一气呵成，没有多余的动作。警方在调查中还发现，这对母女被杀害之前，嫌疑人让朱颖用自己的手机查询了她的信用卡余额，这是这对母女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最后的声音。帮我查一下银行卡的余额好吗？可以。先生，您的名字叫什么呢？朱颖。这个朱小姐本人在吗？在。那她本人接上电话吗？她的，等一下啊。哎，你好。小姐你好，跟您核实资料，请问一下您的名字叫什么呢？小姐，您张信用卡的可用余额的话是20154.24，您自己的钱是154.24。可以透支2万对吧？哎，对。这段录音是2011年10月3号晚上8点留下的，在通话中，我们还清晰地听到了凶手的声音。就在电话查询之后不到半个小时，这对漂亮的母女就被嫌疑人残忍地杀害了。长途车检查站发现杀手影踪，基本认定就是他。千里抓人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嫌疑人是用偷到的这个身份证来使用。杀人凶手使用别人身份，他试图在掩盖什么？追踪影子狂魔，一线正在播出。经过调查，警方初步地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行动轨迹。他是在10月3号晚上9点左右杀的人，之后呢，到了2家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上取了款，买了一条金项链。晚上11点，他从景洪乘卧铺汽车，第二天早上到了昆明，去了一家农行取了49000元的现金，离开了昆明。之后呢，就找不到线索。在他这些活动的轨迹当中，警方都提取到了监控录像。但是嫌疑人呢，他进行了伪装，看不清他的真实长相。看起来，嫌疑人有着丰富的作案经验和反侦查能力。那么他是谁？他和那对被害的母女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纠纷？为何他会下如此毒手？犯罪嫌疑人是10月3号案发当天晚上11点乘长途汽车从景洪市去的昆明。这就为警方查找他的身份提供了条件。这个班车在出景洪的时候，我们武警有一个检查站，检查所有登车的人身份证都扫了。当时正是11黄金周期间，正好所有出城的长途汽车都要登记检查。办案人员于是找到了武警的检查站，把这个车从昆明叫回来，就在现场一个一个恢复，就是买票的人。我记得就是有一个耳朵特别外扩，我记得他的嘴巴白，因为你身份问题。那第一个刷的那个就是这个。喂，陈哥，这样思路排下来，照第10个就是这个。已经确定了，搜出这个身份证就是张顺峰。嫌疑人睡的是24号铺。根据武警的检查登记显示，24号铺登记人名叫张穗峰，广西梧州人。马上就赶往广西。那我们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总队长
亲自协调广西省公安厅。前期在昆明办案的经侦大队长罗云红，根据指挥部的指示，按照张穗峰的身份证地址，连夜就赶到了广西梧州。去年的4月份，他的身份证在医院被偷了，就是嫌疑人是用偷到的这个身份证来使用的。显然，嫌疑人在使用张穗峰的身份证来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那么，嫌疑人到底是谁？一个大大的问号又摆在了专案组面前，案件陷入了困境。当时我们整个指挥部20来个人坐在这个办公室里，20来个人，全都一句话都没说出来，我们仿佛这个就是从天上掉到了地里去了，落差非常大，大家都非常失望，非常失望。虽然张穗峰是一个假的身份，但可以确认，嫌疑人是在使用张穗峰的身份证在活动。公安机关顺藤摸瓜，寻找张穗峰的活动轨迹。虽然孩子不知道他是谁，就通过我们获取的这个东西，把他周围的人关联。公安机关利用技术手段寻找这个假张穗峰的活动轨迹。根据身份证的使用信息，警方掌握了他的活动规律。又通过调查，发现有一个叫冯小穗的李人，曾经跟他有密切的联系。冯小穗家在德宏州的陇川县，刑警队长立刻带着一路人马赶到德宏，找到了冯小翠。把这个照片给他看，他说这个应该是他的男朋友。但是接下来的情况却出乎办案人员的预料，因为尽管冯小翠和自己的男朋友交往了长达3年的时间，却不知道男朋友的真实姓名。应该说，他到了云南以后吧，就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他的真身份，还刻意的隐瞒自己的身份，而且他这个人的话，从来不拍照，不录音。冯小翠说，自己的男朋友不叫张穗峰，大家都叫他小莫。冯小翠记得小莫曾经在一个洗车店打工时登记过莫维刚这个名字，但是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小莫的身份证。那他不叫张穗峰，他叫小莫，叫莫维刚，又出来一个，就莫维刚。那我们就紧接着他就说了这个人，他们以前是在缅甸的赌场认识。冯小翠从没有和男朋友合过影，自己手头也没有他的照片，真的就找不到他的一丝影像吗？民警通过对冯小翠详细的询问，还是发现了这个狡猾男人的影像。那么这个当然跟他的了解当中呢，就反映出一条线索，就是说他这个冯小翠的兄弟，在那个2月份春节前结婚，他去过，当时我们一考虑，他这个结婚是不是会摄着像？赶快问，确实摄了像，赶快把那个摄像那个视频调出来看，就是有个镜头扫了他一下，所以把他这个清晰的那个视频资料是他的正面照。这个坐着的男人就是犯罪嫌疑人，在拍摄中他还警惕地看了一眼镜头。这是案发后专案组第一次清晰看到嫌疑人的影像，他的伪装被剥去，容貌清晰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还刻意的隐瞒，他从不照相，从不拍照，从不这个和别人沟通的，但是一个不小心，无意中留下了这段视频。冯小翠说，莫维刚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和他联系了，他还在四处寻找莫维刚的下落呢。莫维刚是桂林人，我们把莫维刚的照片、身份证的照片调出来看，比较看也挺像。那这个莫维刚是不是嫌疑人的真实姓名呢？
专案组立刻派出抓捕组奔赴广西桂林莫维刚的老家，抓捕莫维刚。到了这个荔浦以后啊，找到他本人，找到本人以后，从这个本人和相片的对比比例看，这个是2个人，不是1个人。因为这个莫维刚这个人比较矮小，同样也是身份证遗失了。我们又追了一个影子，又推开一个人，又是一个大老头，他是谁？非常失望，再次失望。案件迟迟没有进展，群众天天担惊受怕。上网都有一点害怕，一般都不敢加陌生人啊。社区走访发现重要线索，快递公司出现嫌犯踪迹。他来的时候是叫常建辉，那个南国地景小区的一个保安给他担保。千里调查困难重重，能否拨云见日？追踪影子狂魔，一线正在播出。案件的线索再一次中断了。此时案发已经过去10天了，一个影子忽隐忽现，但是却看不到他的真实身份。这个时候，景洪城的很多老百姓也都开始议论了，各级领导呢也不断的打电话来催问结果。恐怖的气息笼罩在西双版纳的上空，流言蜚语经过网络的传播，也在逐步的发酵，一股无形的压力压得专案组透不过气来。老百姓对咱们公安议论也挺多的，什么公安啊吃干饭啊，这样案子破不了了。然后呢，晚上妇女啊那些不敢出门啊，单身妇女那些不敢在家，这些问题都有。店里面就是很早就关门了，都特别害怕那个抢劫嘛那些。上网都有一点害怕，一般都不敢加陌生人啊，因为有些他是说在网上认识凶手的嘛。虽然案件受挫，至今不能确定嫌疑人的真实身份，但是专案组已经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特征，手里还有他大量的监控资料，破案思路也就越来越清晰。要破这个案子，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必须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咱们做了大量的布控排查。功夫不负有心人，黎明派出所这个社区民警在排查中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那个利用笔记本电脑对那些视频资料进行那个播放，看见一个申通公司的快递员到底送快递，我们就叫他来看下录像。他一看见录像，他就说是这个人好像曾经跟他做过。你也听声音就是那个摆放他那个声音，感觉稍微有点像。像谁呀？就是那个我们公司以前那个常见。听到这条线索之后，专案组立刻派人赶到了这家快递公司。快递公司的多名员工反映，这个嫌疑人和曾经在他们公司工作过的一个叫常建辉的人非常相像。这个常建辉在9月30号离开了他们公司，不知去向。公安机关调取了公司的监控录像，见到了这个常建辉的影像。这个员工叫常建辉，这个员工以前到过版纳，案发前不在了。他的基本情况反复播放以后，确实是。经过比对以及快递公司多名员工的指认，这个叫常建辉的人就是取款的犯罪嫌疑人。他在快递公司工作过40多天，他是9月30号离开的快递公司。而此时，嫌疑人的女朋友冯小翠也提供了一个信息。就是他们有一次在果敢上班的时候回国偷渡，从小路偷渡回来，被边防派出所给抓了，扣了他的士兵证。这常建辉的这个人的士兵证被扣在这个地方，我们马上派人就到了，把那个士兵证调出来。把那个士兵证调出来一看，这个人是北海舰队服过役的这样一个士兵。这个线索和快递公司的线索相互吻合，又出现了一个常建辉，嫌疑人的第3个身份又出来了。一个叫常建辉的士兵证摆在了专案组的面前，北海舰队在山东青岛。
不敢讲，你们是等着部队这个6个小时自己手装，他自己吹牛逼，轻型的吹过回讲是当了12年的海军的这个是身份叫常建辉。我们又马上又到了山东青岛，在青岛士官区刑侦支队的配合下，然后找到他们白海舰队，最后找到他的时候，回忆起来，说有这样一个病，有这样一个病，而且这个病已经转移，他是河北秦皇岛的，也马上赶到秦皇岛，又通过在当地公安局的配合下，找到了常建辉这个人。这个人实际上，真实的这个人，他士官证给丢了。刚刚看到的一丝希望再一次破灭了。千里调查查到的又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影子。专案组组长高斌的情绪非常失落。我们没有影子再可以找了。以前还有说一个张水峰找不着了，你去找莫维刚，莫维刚你还是个影子，你找到他哪怕是个影子都有追的嘛。就是那个莫维刚这个影子去看了，打开是个问号，但还有一个影子叫常建辉。你把这个常建辉这个影子一揭开，这个门看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这失望是更是那叫从原来是不断的失望，到了突然的绝望，因为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再找了。为了破这个案件，警方先后投入了500多名警力，派出了20多个追捕组，去了10多个省份，刑侦、经侦、技侦、治安、特警所有警种全部参战，最终却换来这样的一个结果，民警们所遭受的打击可想而知。嫌疑人一直使用别人的身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一个影子一样，看得到却抓不着。这个神秘的影子，他到底是谁？他真的从这个世界上蒸发了吗？就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却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折。技侦部门通过对莫维刚手机通话记录的调查，发现有一个叫杜建斌的人和他来往密切。10月20号，就在那个普洱把这个人密捕了。密捕以后，这个人我们想，密捕以后，这个人他经过审讯，他承认认识这个人，常建辉，叫小莫，但真实身份也不清楚，只知道是山东，可能是山东人。那他们2个是一起约着来作案。杜建斌交代，他和莫维刚是1年前在缅甸的赌场认识的，2人关系不错。2011年9月28号，莫维刚打电话约他，说是到景洪来发财，他就从普洱过来了。都指在里面，是不是住这家？对，指着。杜建斌交代，他来到景洪后就住在莫维刚的这个出租屋里，2个人曾经密谋去抢劫金店。他就想抢车嘛，他最喜欢就想抢车，把车抢了车以后，把人架起来，叫我买刀子我不买，他如果买鞋我不买，他就说那个意思，我他妈就是来骗他钱，对不对？我去买鞋，对，他说那个买刀子店，他指给我叫我上那个店里买刀子，他说他就在那买的，我也没去买。这个老头杜建斌嘛，山东这个青岛的，他倾下一个街头来抢，那这个犯罪嫌疑不同密啊，这个风险很大的，抢金店了有监控，街头抢可能会被人抓了，理解不同意。 2个人一起到了广电路，发现被害人朱颖正在出租房子。被害人跟他们说了，他把后面的别墅租了，暂时住到自己前面的出租屋里，他要把前面的出租房也租出去。在谈话中了解到了被害人的家庭情况，知道她丈夫出国不在家，家里有钱，决定抢劫这家。他跟你说在里面准备干什么？ 就说过他要去带他来去玉石去绑架，入室绑架，玉石去挑绑架，我就说不能干，我当时就拒绝了。这个杜建斌不愿意杀人，他说要杀，那2人就争执了，就没在一起了。那个杜建斌就说他没有杀，他没去，他没参与。杜建斌说，
莫维刚杀了人之后，回到了出租屋。他帮助莫维刚把杀人的刀，还有死者的手机、车钥匙扔进了这个鱼塘。在哪里？他就好像从屋里出来，我当时我就站在这里，我就这么站在了。他就这么从这里出来，从屋里出来，手机什么，嘣就撩过去了。用了3天的时间把捞起来一把匕首，一个茶城老珍珠的手链首饰盒，2部手机，1串钥匙，被害人的钥匙。虽然有了重大的进展，也抓到了和他曾经共谋的这样一个人，但是不知道他是谁，他在哪里。警方层层布控，能否迎来柳暗花明的转折？他这个轨迹呢，就在境外就反映出来。一次 DNA 的比对，却又牵出陈年大案。那个女儿只有9个月，也被捅了10刀，这个很残忍。3年前山东的一起杀人案件，为何会和这起案件发生牵连？追踪影子狂魔，1线正在播出。就连和他一起作案的同伙都不知道自己的同伴的真实身份，可想嫌疑人有多么狡猾。虽然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但通过大量的调查，警方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人的特点。嫌疑人当过兵，不抽烟不喝酒，每天长跑10公里，身体强壮，武艺高强，不和陌生人来往。第一个人否了，第2个人否了，第3个人否了，身份否了嘛？但是越来越清晰，这个人就是一个长期在边境线生活的人，所以说我们把重点就放在了边境线，重点布控。白局长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虽然这个嫌疑人层层伪装自己，看似强大，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好赌。好赌的人离不开自己生活的土壤，他很可能是隐匿在边境的赌场里。经过在边境线上的侦查，警方发现了嫌疑人的活动踪迹。咱们就发现了，那就是嫌疑人4号他出境以后，他这个轨迹呢就在境外就反映出来。咱们有情况反映呢，这个嫌疑人呢就在缅甸的果敢地区出现过。原来在10月4号，嫌疑人在昆明取了4万9千元之后，就从昆明西站坐长途车到达临沧市的镇康县。偷渡出境，躲在中缅边境的赌场里。29号呢，他准备参加在当地就是境外缅甸境外呢有一个餐厅要开业，他准备去参加开业仪式，在当场就在饭店里面把嫌疑人抓捕归案。他1天1夜没吃没喝，什么也不说。最后经过工作吧，他就说了。怎么杀人这个他说了。从10月5号案发到10月29号抓获嫌疑人，景洪警方只用了25天的时间，成功地破获了这起特大杀人案。合成站、科技站、信息站、政治站，这4站在这个案件中应该说是淋漓尽致得到展现。2011年10月30日，西双版纳晴空万里，街头万人空巷，人们自发地聚集在景洪公安局门前，打起横幅，欢迎民警押送嫌疑人凯旋。虽然嫌疑人已经归案，但是这个凶残的杀人狂魔却不愿意提供有关自己真实身份的任何信息，因此对于他的审讯也显得尤为艰难。杀人他这个说了，那他是谁？问他。那他说的我叫张顺峰，
我们就说你怎么可能叫张水峰？张水峰还在家里面呢。他说你们不要问了，你问我也不会说，我该说的我都说了，啊，我不该说的，你怎么问我也不会说。经过 DNA 比对，嫌疑人的 DNA 和案发现场留下的血迹一致，同时他也交代了作案的过程，但是只要一提到他的身份，他就马上缄默不语。他说：“你把我枪毙了吧？”啊，我说：“这里是个男人，枪毙你还得留个名嘛？你别一个男人连名字都不敢留，你死了还得有个名字呢。”啊，你看当时他就一下子那个气啊就泄了，但是突然没想到他就突然一下挣扎，就挣扎就发狂，啊，什么也没说。姓名试图在掩盖什么？背后肯定还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景洪警方把他的 DNA 上网和国内的通缉犯进行了比对，不久就从山东日照传来了消息。日照那边就，他们08年3月份有个案件，因为已经确定了嫌疑人，所以，通过比对呢，结果就比对上了。正如警方的推断一样，结果显示这个嫌疑人2008年3月用同样的手段在山东杀死了一对母女，当时被杀的小女孩才只有9个月。因为他那边那个案件是明案，已经确定了，而且是上网追逃的。那个女儿只有9个月，9个月也被捅了10几刀，是个很残忍。一对，啊，那边认为就是他，就是山东日照市，对，这个人叫什么？叫宋昌峰。嫌疑人的真实身份终于浮出水面，他的真实身份宋昌峰，山东日照人，1976年9月出生，今年36岁，当过兵，2007年退伍后和朋友合伙做生意，合作中与朋友发生矛盾后，2008年杀死了朋友的妻女，潜逃到云南，在边境一带活动。4条人命了，都是母女，山东的2008年一对母女。在我们景洪这个2011年，母女俩，女儿是23岁的一个大学生，刚回家来3天，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就被杀了，她很凶残。如今宋昌峰已经被刑事拘留，关押在景洪市看守所。我们在看守所也见到了他，但是他说他在山东有父母，还有妻子和孩子，他觉得自己无颜面对他们，因此不愿在电视上公开接受采访。我们从公安机关的审讯视频中了解到了他的一些想法。08年3月27日，日照市海滨2路文化小区12号楼，受害人高洁，母女，没错。你在老家杀过人这个事情你不否认吧？真的在说，不否认，但是只是也是现在不想谈是吧？你简单说一下嘛，因为什么事也不想说？因为什么事也不想说？因为生意上的事，就现在觉得我愧对我部队的首长，比愧对我的父母